嗨，我是君令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。给我10分钟，让你写字更轻松。丑字变成美字，到底有没有希望？当然有哦！知道方法，人人都可以改变字体。这是我以前的字，这是我现在的字。我用一套方法改变自己的字体，这套方法花了我10年的功夫摸索。今天我要分享给你，记得按赞、按乐推，好好的分享、收藏影片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学习机会哦。写字就是要学方法、学架构，有了方法和架构，就能轻松改变字体。影片最后，我还要赠送免费的电子字帖给大家，记得看到最后才有机会领取哦。先来看看我以前的字，这个字迹是不是看起来跟我现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？你看笔画歪斜，整个结构松散，线条也缺乏稳定性。如果硬要为这个字迹打个分数，只能给自己60分。以前非常奇怪，不管我怎么写，字就是不美。我也想写好字，但是再怎么努力，字体的状况就是没什么改善。你看，不均匀的结构，没有章法的笔画摆放，不稳定的线条，这些都是让字体看起来松散、缺乏美感，且永远无法进入美字境界的根本原因啊！我走了一大段的漫长摸索之路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寻找那个把字从丑变美的关键密码，直到我找到了字体背后的结构系统。我终于明白，我们不是写不好字，而是不知道笔画该摆放在哪里。要让字体有生命和改变，那么就要在笔画中放入架构跟方法。现在让我再次书写田园乡3个字，看看运用架构跟原则书写的状态下，这3个字会有什么样的改变。我们先来看到田字的部分。田字是一个口部结构的字体，当我们在书写口部结构的时候，我们会让上方的部分稍宽一点，下方的部分略微缩窄一点，它的弧度大约是这个样子。缩窄的弧度不用太窄，太窄的话，口部结构会变得太过尖锐，所以我们大约倾斜往内一点点，这样子的状态就 OK 咯。那我们书写第一笔的竖画的时候，要尽量让笔画平整，线条稳稳的进行，因此笔要握好，握好笔，松松的拿着笔，从上而下慢慢平稳的书写出线条。书写的速度慢没有关系，想要写快，就要先能够稳稳的写慢，就像会跑之前，你得先学会稳稳的走一样哦。了解了第一笔下笔的弧度之后，我们就要尝试在田字格中书写出来咯。那么在书写时，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怎么样去拿捏字体适当的大小。学会田字第一笔书写的弧度后，我们要试着把田这个字放到田字格里面去书写咯。在田字格里书写字体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拿捏一下字体的大小。当这个字的笔画比较多时，我们会让它书写的范围大致占田字格的8分满。那如果这个字笔画很少，我们会让它的大小约占田字格的7分满，也就是笔画多的字写大一点点，笔画少的字写小一些些。虽然书写出来的大小是有分别的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在这样的配置下，视觉比例的效果会是一致差不多的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教大家书写田字咯。田字的笔画不多，因此在书写的时候，大约占格子的7分满就可以了。我们先下第一笔的竖画咯。第一笔竖画的角度要微微的向内缩，因此我们从左上到右下下第一笔的竖画。
让笔慢慢的运行，让书画慢慢的书写，让线条更加的稳定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哦。第二笔的横画，在书写的时候，请调整横画的角度，让它微微的向上扬，像我示范的这个样子。接着我们再慢慢的内收下来，完成横折这个笔画。在横画的部分，我要为大家稍微做一下说明。我们在书写字体的时候，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横画的角度。横画的角度如果是水平的呈现，那么整个字体在视觉上就会感到非常的呆板。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字体的形状变得更优美呢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调整横画上扬的角度，让横画的角度稍微往上扬一点。想象自己是在爬一个很平缓的小坡，当这个小坡往上爬的时候，横画的角度就慢慢改变了。如果你手边有笔跟纸，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来，跟我一起练习将横画上扬的这个过程哦。接着我们要书写第三笔的横画了。第三笔的横画一旦书写出来，上方的这一大块空间就会被这个线条所切割。那么这个线条摆放的位置就很重要咯。我们要怎么摆才能让上方的这块空间切割的比较平均一点呢？这个就是均间的概念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笔的横画摆放到这个空间大致是中间的位置，估计一下约在这个地方，因此我们把它摆放上来。当这个笔画书写出来之后，这两块空间就被切割的大致均等咯。接着我们要书写竖画咯，竖画也要把这几块空间切割的大致相等，因此我们抓中间的位置下竖画。最后一笔，我们要从左侧书写到右侧，慢慢的把这个底给封起来。填字书写完毕了。刚刚跟大家又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这个观念叫做均间，也就是空间上面要大致切割相等。当空间大致切割相等时，字体就会呈现出一种均衡的美感哦。接着我们来教大家书写一下圆这个字咯。先下第一笔的横画，记得横画的角度要让它略微上扬哦。接着我们下竖撇了，竖撇就要先竖再撇，先写竖画，过了中间一半的位置再往外撇出。再接下来我们下一笔的短撇，短撇先按一下，再往旁边撇出。再接着我们要写口部结构上大下小的部分咯。约字是一个口部结构，所以稍微让它弧度往内缩，然后我们再书写横折。接着中间横画要运用均间架构，平均的切割。再接下来下方是一个小字，在书写的时候抓整个约字的中间部分下竖钩。接下来要下点跟撇哦，在下方的部分我们要呈现一个微笑曲线，所以竖钩的部分必须成为字体的最低点，因此我们的撇画要写的上方一点，把撇画的位置往上调，写的稍微直一些。我们的点画写的稍微平一点，像这个样子，下方会呈现一个很漂亮的微笑曲线哦。先来整理一下刚刚分享给大家的观念。首先，我们告诉大家口部结构要书写的上大下小。接着，我们跟大家提醒字体在书写的时候怎么抓范围大小。接着，我们又告诉大家，当你在书写横画时，记得要让它上扬，字体比较优美。再来，我们又教大家怎么制造微笑曲线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香字怎么写咯。首先我们要先写一笔的短撇，先顿一下，之后往旁边撇出。接着我们要下横画咯，横画要让它略微的上扬。
接着我们要来学习处理竖画。竖画在写的时候可以参考纵线的角度，当你在书写时，要试着把竖画写得跟纵线一样直，像这样子书写竖画。平常我们就可以多做书写竖画的练习，拿着笔在十字格中，沿着纵线的角度，慢慢的一笔一笔书写竖画，很快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哦。接着我们要再写撇画了，撇画要长长的撇出，接着再写一笔的长顿点。在这边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下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在字体里要找出伸长延伸的笔画，这个笔画我们叫它主笔。当字体里有了主笔的出现，就能用这特别长的一笔去吸引大家的目光，让这个字呈现出更不一样的感觉。撇跟长顿点就是我们香字的主笔哦，把主笔延伸，香字就变得更不一样了。接着我们再下口部结构上大下小，你看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观念是不是不断的应用在各种字体中呢？接着我们要平均分配空间咯，这就是均间的概念。在接下来的下一画把底给封起来，这样书写的香字是不是既稳定又好看呢？另外回答一个君令经常被频道朋友询问的问题，君令啊，我的握笔姿势是错误的，请问我要不要调整？我真的很不想调整，可以不调吗？我们先来想一想，正确的握笔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？正确的握笔姿势可以帮助你在书写的时候，手指头更灵活的运作，可以帮助你在书写的时候能够写得更久，写得更顺畅。如果可以，建议你做个调整。调整的初期当然会是辛苦的、不习惯的，甚至觉得原本的姿势比较好写。但是当姿势调整过来后，日后带给你在书写上的帮助会非常的巨大哦。你只要痛苦一下子，就可以受用一辈子哦。在香字的书写中，我们学会了制造主笔。可是一个字的笔画那么多，到底要怎么抓出主笔？笔画要如何做出粗细？更复杂的结构字该怎么办？或者我就连握笔都握不稳，到底要怎么写字？大家别急，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问题。我透过系统性的方法，彻底颠覆自己的字体，稳稳的朝美字之路迈进。你只要知道方法，绝对也可以做得到。我把这些年花极大功夫才体悟出的7大心法、4大结构、2大核心技术，都放在15日美字养成班。这些方法帮助我改善自己的字体，也绝对可以帮助你。想写好字吗？快到15日美字养成班找君令吧，连结在下方留言栏，记得去领取免费字帖哦。现在就跟我开始一起练字吧，按赞、热推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学习机会哦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